接着跟各位介绍地形，我们要制作一个平面。那个平面呢，其实你要画一个平面的板子，那其实也可以。可是那个板子的大小太小了哈，然后如果你是要做那个高低变化的话，那它又不适合。好，所以我们这边要来做地形。这边建议是用地形做，不管你的地面是否高低起伏。哦，即使是很平坦的，我也觉得你用地形做会比较简单。哦，在选项模式这地方，选项就是一般的选取模式哈。那地形在这里，植物还有网格绘制，甚至它可以建模，这个功能是即将要来取代 Maya Blender 的哦。它的野心很强哦，这里这都建模功能呢。建模功能呢？哈，好，那这个你看看了哈。好，然后还有做破裂，枪射到墙壁被打碎的那个效果哈，还有笔刷编辑跟做动画。所以这边我们来介绍地形，然后待会再介绍植物。好，地形，好，地形打开之后呢，它的左边就是这样的面板，就建立地形的部分。然后你会看到画面会有这个绿色的格子，它已经开始在编译那个着色器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开始建立地形的大小。那基本上我们这边都不动，接受预设值，因为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小区块而已哦。那之后再来细讲这个部分。所以今天的地形我们不会讲太多，我只跟各位讲基本的一个切换跟使用方式。切到地形这边确定好之后，按下创建建立，这样就可以了。好，建立喽。好，建立完之后呢，它才会有一个很大的平面，那大小会由这边来决定。好，那基本上我们先用预设值。然后它里面会有管理雕刻绘制，管理地形的大小，然后之后你要刻出地形的高低变化，用这个，然后可以画上材质。这边我们先带各位先玩一下，玩坏了，待会就把这个地形丢掉，然后再建立一个全新的哦。好，那这边的关卡我已经有存档了哦，记得存档。好，那当我建立完之后，它就自动切换到雕刻的标签哦，然后这边就多一个叫 Landscape。地形哦，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样 WSD 调整嘛哈，你在这边按住滑鼠，这样一画就隆起了，这个地形了，哦，好，那再缩小一点，这很大哦，这很大哦，你抓个人出来，为什么这边我要用第三人称的模板？因为这边会有一个人，这是旧版的，新版的 Mesh， 好，我抓个女生。你这样画好像感觉一个小凸出来的东西哦，可是你有人放进去，你就知道它多大了。要有相对的比较，好，好，在这里，好，那我可以不看到它。哎，我现在在刷地形，我现在没办法选那个人。现在是地形模式哦，所以没办法选人哦，没办法去编辑哦，哦，好，那你看其他都是灰色的，注意这个，哦，好，现在是这样。所以现在的人，你现在在游走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很慢的哦，哈，好，那这个已经那么高了哦。好啊，如果我去播动画呢？我去播动画，一个人就在那边走了。那个不管它自己会产生一个出来，那个是这个游戏模式，然后它可以爬上去哦。好 ，ESC 离开，所以这个地形就已经跟整个玩家这些都有互动的关系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现在是这个刷子，好，直接这样刷，直接这样刷就是雕刻隆起。好啊，如果不要的话，就把它涂抹，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好，那平滑就是把太尖的东西给弄平。这个部分，如果你是要做其他的关卡比较大的，在专题里面，可能一个游戏专案里面就有一个专人在负责场景的制作，那个人就要好好的研究这一块了。哦，好，那这个是平整。好，平整就是把一个地方弄平。那我先讲一下改变笔刷大小，左右挂幅跟 Photoshop 一样。Photoshop 改变笔刷大小，是不是左挂幅跟右挂幅？你看游标显示的。好，荧幕上显示游标。哦，好，那我现在，譬如说，我现在做这样一个斜面，那我想在这斜面的地方建一栋建筑物，这个斜面怎么建建筑物就很难，对不对？哦，会土石流，会滑下来，所以就用平整的东西在这里把它涂一下。这一块我就是要建我的城堡，譬如城堡之类，这样可以吗？好，斜坡就是我这里要一个东西让它爬上去，这样先拉出这个。然后再调整好了之后，然后按下添加斜坡，那这里就可以坡道可以移上去。好，然后侵蚀就是它可以模拟那个透过时间的流逝，然后雨水冲刷的不规则地形，还有水力流过的效果，还有不规则凹凸重新拓扑、可视性，这些都是细节。
所以这个是场景设计师再来研究这一块。我们今天只是跟你讲它怎么做出来。好，那绘制的部分就是画它的贴图，纹路贴图。我这里要高度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我要有一个积雪，像玉山有下雪，可是到2000公尺可能就没有雪啦，就一般的那个草地啊，但是已经被侵蚀掉一点。然后一般的平地绿草就会很那个鲜艳，用这个，所以这个是用来画贴图用的。好，那管理就在管理你这一块地形。这块地形有些就挖掉，有些就不要，或者再延长，就是刚开始的设定。然后要雕刻出它的高低变化，就用这个雕刻。好，那这里的工具就自己先玩一下。还有改变笔刷大小，左挂幅右挂幅，这样。为什么现在变化比较慢？因为我现在很远了，你再近一点。记得我们的人多大？人这么大而已哦。你要注意它相对关系哦。有没有人说这为什么我拖老半天拖不动？因为它很大啊。好，所以注意相对的关系。好，那这个笔刷大小在调整的时候，就这样，左挂幅右挂幅。那自己改的就是这个东西，标准位置在这里。好 ，OK， 做完了哦。如果我这样已经地形画完了，怎么离开？透过左上角里面的选项就离开，然后左边这块地形面板就会消失，然后你就可以选物件了。譬如说我想要选第三人称这个角色，我就可以选得到的。记得在地形编辑模式的时候，这边是选不到东西的。我们再确认一下哦。我现在离开了，叫选项模式，你可以把它当做选取模式了然后现在我切到地形，我就不能选角色咯。我现在游标是什么？笔刷，因为我要刷地形的变化。有看到这里都是灰色，只有地形是可以用的。所以这个是绘制模式。就看你是要雕刻还是要绘制。自己切还是要去调整地形的各种参数。好，那这样调完之后，你要选取要继续编辑其他的，记得切回选项面板，然后左边这一块就消失了。那这个地形我做坏了，其实做坏你可以把它做抹除，再把它磨平回去 ，OK 可是这样太费时了我现在今天要做这个森林场景，其实就是一个平地而已啦所以这上面的地形我就不要了所以我就切回一般的选项模式，找到右边的 Outliner， 找到 Landscape Delete， 丢掉，整个地形就删掉了。好，那有需要再透过这边来建立一个。好，建立地形。好，这边都接受预设值，按下 Create， 建立一个新地形。OK，